娘子，没事吧你？文静表兄，牡丹，看什么呢？啊，听错了。随之莫不是招惹了哪家五方里的美娇娘，欠了风流债吧？非也，倒是对方啊，欠我颜血的重金。哦，到底是什么人，还敢欠你的钱？前些日子呀，在洛阳遇到一奇女子，慧心巧舌，力气秋毫，本想起来给我管管账，谁知啊，人家瞧不上我。当日啊，她为了自由拼死一搏，也不知道有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。难得听见你对一位女子念念不忘，以随之的手段，何不驯服了她？好好的牡丹迎风绽放，折了便无益去了呀。走了。表兄，怎么了？这是怎么这么狼狈啊？表兄就是他，我去他酒肆做过，他强行扣留我，逼我跟他成婚。你胡说！郎君有所不知，此女是我家陶奴，我这头便是被她砸的，不要听信她一面之词。信口雌黄！我乃国子监主簿，这是我姨母家的表妹，怎会是你的陶奴？看来牡丹所言非虚，你确实包藏祸心。我告诉你，长安法度容不得你造次。你堂堂七世男儿，竟然欺负一介弱智女流，不能轻饶！今天咱们必得给他打一顿，替你表妹出气！不可！他人犯错自有律法裁断，你我断不可用私刑。这样，你去报官，让衙役来拿人。好，咱们围住他，切莫动手啊！来，围住他！不可！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误会。牡丹，有些事闹到官府去，实在难看。请您大量，让我一走。你这话是何意？表兄，我也不想再纠缠下去了，我们先走吧。方才因为逃命，所以无法过多的解释。如今表兄已知晓了前因后果，便会明白，我因为户籍所碍，所以无法同王晴去见官。你受苦了。刘家做出这等背信弃义之举，真是枉读了这么多年的圣贤书。表妹何离是对的，你清清白白的一个人，怎可与那等无耻卑劣之徒为伍？表兄怀瑾莫愚，不像寻常男子那般对女子多有偏见。牡丹十分感激。表兄，牡丹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不知道可否答应？你我兄妹一场，有什么能够帮助你的，尽管说。因为户籍的事情，我实在难以寻到一个正经的活计。表兄乃是官场中人，不知可否帮我办一个假户籍，让我有一个身份？不可，国之法度绝不可因私而废。牡丹，若你是有别的要求，我皆可答应，可唯独这个我不能做。表兄还是像小时候那般，规行矩步。是我唐突了，不应该让表兄为难，无妨的。牡丹，你安心住下便好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照顾好你，不会让你再受苦了。表兄，从昨夜到现在，我一口东西都没有吃，肚子都有些饿了。哎，怪我，我这就去给你准备些吃食，你等着。牡丹，牡丹，
当年姨母因母亲下嫁商贾，姐妹离心，吾不愿表兄为难。若姨母休书于家父，只怕吾会被刘家抓回折磨致死。今日之事，万望表兄替吾保守秘密。来日待吾在长安有了一席之地，定传信表兄，以报平安。勿念，牡丹。夜半。也不知道五娘现在如何。玉露，看到了吗？秋苔玉露开花了。哟，户部尚书家的二郎，替我跟你阿爷问个好。哟，兵部张尚书家的四郎，回去同你父亲讲啊，他送的龙膏酒甚合我意。谢了啊。哎，你小子，理学之地何等庄肃，岂容跳梁小丑在此喧哗？各位学子若这般不静心，何以成才？还不速速归位！花鸟使何故来国子监大闹？徐公，徐祭酒，那是老师的楼阁，还请留步，莫去叨扰老师。徐祭酒，徐公，徐公，圣人龙体有恙，您就准了假吧。假惺惺的说请假，不过就是告知我罢了。听说前日你进献了一位弄猢狲的艺人，圣人这一高兴，让他做了诚意郎。哼！如果圣人心里还有我这个老师，就不会被你哄得荒唐至此。哎，圣人就是被你这等小人给带坏了。都怪我，
竟令徐公对圣人误会至此。若不解释清楚啊，让徐公和圣人离了心，岂不都是我的错？圣人因为政事啊都病倒了，因此内疚不已，特召宁王帮忙料理朝政。徐公啊，大可放心，这可是一根100年的老山参，徐公吃了定能在矍铄50年。圣人可离不了您啊！对如此口蜜腹剑之人，当以何书教训之啊？学生认为，当以上书斥之。字数不够多。周礼不错，为王建国设官分职，以左王君邦国，或坐而论道，或坐而行之，治教理政行事6职，而无一为之。当劝君居万民皆才用者，却纵君穷奢极侈；当见君挟万民生百物者，却纵君荒废朝政。呀！徐公你这个不善、不敬、不正、老师不能、不法师、不辩之人，却安居庙堂，你无耻之有！国子监乃清净高洁之地，日后若再有贪赃枉法、以身同秀之人登门，一律不准放入。是。这些个好东西都不要，怕不是嫌命长。走。这花蕊花瓣皆为绿玉之色，如此佳品，你竟舍得？此花对我意义非凡，我想将它活当在此，等日后赚了钱，再将它赎回。若缺钱，娘子何不将那顶尖的和田柔白玉当了？它可值钱得多。我想要的东西，一盆琼台玉露足可置换。看来娘子至此不为求财，那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一份女护良级文书。此物该就户部找，我们哪有那个能耐啊？我在长安打听多日了，都说咱们万贯堂有口皆碑，只因不问来者，万物可求。我看到咱们堂中摆着的兽首玉雕，便知道我来对了地方。以万贯堂的家底，摆个玉雕甚是寻常不过。娘子何出此言？可那不是寻常的玉器，乃是唯有皇家可用的俏色玉雕。我无意冒犯，也没有恶意，我乃是诚心求取，日后愿用双倍的价格换回此花，店主又何乐而不为呢？娘子慧眼如炬，这生意倒有的一摊。不过这花，我只接受死的，也并非是我要夺娘子所好，只因这花是活物，死的我们可以立刻出手，而活的，若娘子还未凑够赎她的钱帛，花就被我们养死了，我们岂不吃亏？可我只接受活当。至于店主的忧虑，日后我可以定期来养护此花，绝对不会让它死掉的。这样吧，请娘子随我移步内监稍后，这生意做与不做，我还需得请家主定夺。有劳店主。娘子请。房中并无熏香之物，这幽微的香气从何而来？何人在笑啊？哎呦，难得见到主。
好好说。娘子心明眼亮，又工于养花，若是不留在我堂中做工，岂不可惜了呀？万贯堂的家主，果然如传言说的那样，神秘莫测，声音飘渺，有如谪仙，定是声如其人，人美心善，定不会为难奴家的。这单生意先不忙说，我对你这个人可是感兴趣的很啊。奴家不过是微末小卒，家主这是何意啊？良疾没有，奴疾满箱。娘子啊，从今往后你便留在我这儿吧。奴家我呀，不值什么钱，反倒是这琼台玉露是千金难求。既然咱们今日第一次见面，不如就先谈谈生意如何？站住！口为发。花鸟使，良机不要了。方才是你在这儿装神弄鬼啊？什么叫装神弄鬼？分明是你闯入我的店。怪不得这万贯堂何物都能换，何物都能买呢。原来你是这幕后家主。可是朝廷明文规定，这为官者不是不得从商吗？进得了别人，进不了我。至于你，直接扣下就好。哎，将军您知道的，我向来都是守口如瓶，还是不要开这样的玩笑了。不过方才我在那个屋子里，是哪个女鬼？是哪个女子在吓唬我啊？听着可不像是云店主的声音。方才那人是川渝啊。我的侍卫技多不压身，小小口技没什么大不了的。何娘子啊，我们家郎君只不过是想逗逗你，你这下手也太狠了。得罪了，误会一场。我刚刚以为这个店是个黑店，这还好屋子里有盏茶，不然我就将我头上的簪子拔下来，直接捅进去了。啊，郎君，我为了你可差点丢了一只眼睛啊！哎呦，不行，疼！何娘子啊，我这眼睛恐怕是被你烫坏了。是，凉茶都能给你烫坏了，接着演。咱们万贯堂最看重稀有二字，这琼台玉露是我跟母亲培育的新品，也算是稀世珍宝了。用20盆这样的花换1份良机文书，将军，您这是不是太黑了？是你有求于我。良机文书亦是千金难求，除了我这，你找不到第2份。将军，与你活当，欠的花可日后补上，已是格外开恩了。要不是我姨母不是来京做客，她又是爱花之人，我可不接这档生意。别忘了，展小人的谢礼你还欠着呢，20盆，不多。不瞒您说，将军您前脚刚走，这刘家就翻脸不认人了，家庄没还，还派人暗算，我这才身无分文的逃到了长安。要说这展小人，展的也不算是尽善尽美，要不然您好人做到底，10盆如何？
你逃出刘家，不回自己娘家，千里迢迢跑到长安来做什么？我不想让父亲为难，更不想让他牵扯进来。既然我自己有手艺，为何不能自力更生呢？胸怀大志是好，只可惜手法稚嫩了一些。你出逃之人，就算换上了假户籍，就不怕被家人寻了过来抓回去吗？能自有一日，便一日吧。还望将军能高抬贵手。这便是我抬的贵手，爱签不签。春雨，我没说不签，我没说不签，我这就签。不过户籍未办妥前，我还不能写名字，我先按上自己的手印吧。您看看。行了，明日此时来取货。你跟着我干嘛？我上次为了办户籍，把我的一把预算盘都赔进去了，我这次可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。防着我还要说出来，你到底是怕我还是不怕我？啊，不，您上次帮我打赢了官司，我自然相信您不会害我的。那你还跟着我？我这不是怕您公务繁忙，一时把这件事情忘了吗？我就默默地跟着您，您放心，我绝不多言。不说话？不说话，您就把我当成一个环佩吊坠就行了。我出门带这么多吊坠，我沉不沉啊？罢了，再不让你这个吊坠开口说话，你都要憋死了。多谢将军。其实我呢，只是有一事不明，这办户籍不去户部，为何来这五方啊？户部郎中每日下乡，都会来此寻欢。若不是你逼得紧，我又怎会这么急跑到这里来盖官印？这不是想着早日办妥，我也好早日安心吗？自然也是想让您能够早日清静一些啦。这五方都是南客，你也不会觉得不自在。嗨，反正这里也没有人认识我。我不算人吗？您在我的眼里那是能下金疙瘩的财神爷，不算是凡人。巧言令色。郎君，按郎君的吩咐都办好了。这摁了手印的欠条，也该签字了吧？这衙门果然是您家开的，将军这手段，这速度，
奴家十分佩服。江小花，可还满意？满意，满意。您看看，收起来吧。走，走，起来，走，走。敢忤逆我啊！擅自放跑我的人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别忘了谁是你的天！今天我必得把你卖了，你识相点，再闹我打死你！走亲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我便做什么，别把我卖进这里做武器！别把你卖了，走！走！不要！不要！多谢。谁打我？谁？走，去看看。起来！走！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家快来看，有人放法器！母娘，母娘，方晴，我之前已经饶过你了，变本加厉。母娘何罪之有？你竟然要卖他！只有无能的废物才会拿自家的夫人撒气。你别以为你勾搭上那个主簿，我便怕你了。如今你还不是只身一人沦落至此？我的人，我爱如何处置就如何处置，跟别人没关系。走，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起来！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欢云楼开门做生意，如今是不收新人了吗？你的夫人可是良籍，当然是良籍，良籍不可买卖，点妻更是犯法的，你不知道吗？禽兽不如之人，多说无益，拖出去报官，别脏了欢云楼。是。哎，行，我不卖了，不卖了。多谢牡丹，谢谢，快起来！多谢贵人，多谢，多谢。干什么？我带她回家呀。母娘啊，你还一片痴心救人呢，可是人家能耐得很，哪需要你出手？别人管得了我卖人，管不了我教训婆娘。快随我回家去，到了家我定好好待你。走，母娘，走，母娘，走，走。等一下！母娘，跟着我，怕还会吃苦，但我向你保证，绝对没有人再敢欺女如你。你可愿意同我一起生活？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你怎样才能放过他？
给我10贯，我立刻写休书。好，我给你10贯，我要你写和离书。行。五娘，五娘，等着我。云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，向你借10贯钱，利息按照你们的规矩收，可以吗？自己都快活不下去了，还有钱救别人？你之前不是说此乃王母所赠，我到万不得已时，不忍离身，见谅了。你可当真想好了？这王景就是个畜生，若是五娘被他带回去，定会被活活打死的。此玉是你母亲留给你的，不能当。此玉再珍贵，也没有人命重要。母亲在天之灵定不会怪我的。店主，我将此玉抵给你个人，等来日我赚完钱还是要赎回来的，可以吗？我愿借你钱帛，无需利息。店主仗义疏财，我感恩于心，但规矩不可坏。拿着。林店主，拿着。等等，你们的账算完了，云店主的账也该清一下了吧？花影楼一花一草皆花了大价钱，外人闹事踩坏了东西，云店主可别忘了让他赔偿啊！方才一时忙忘了，多谢郎君提醒。黄晴，你采坏这株牡丹叫做朱颜，市场上卖1株少说要1000文，这个泽兰少说也要卖800文。这什么花值这么多钱？你休想蒙我！这些花何价？你去市场上一问便知，哪能蒙得了你？你就算是报官，也只会多不会少。这些采坏之物算起来，至少也要20贯。你这里面都不够赔的，还缺10贯钱。林店主，剩余的钱你看看，要他如何赔偿？岂有此理！你们这是和我坑我的钱！这是你撒泼的地儿吗？既然没钱，没关系，打你1拳抵1贯，打够10贯，就算你赔完了。你们这是仗势欺人！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气谁了？我皮焦肉嫩，打人这种事，尚宇，是。啊？哎！川渝，你没吃饭吗？这拳力道也不够啊！芸娘怎么也学起他来，要当活菩萨？郎君可知，这便是女子间的道义和情谊。
五娘，怎么样？我本还有些忧虑，但见你在这样的破败之所，人可以将日子过得很好，便什么都不怕了。人没有了自由，才是最可怕的。来，吃果子。五娘，你看，好美的落日啊！这么美的落日，照着琼楼玉宇的皇家士族，也照着破落残垣的平头百姓。这么看来，此时此刻的我们，跟他们也没有什么不同啊。往日此时，我都在忙碌，从未想过抬头看一看。牡丹，你便如同这照亮我的余晖一般，你又何尝不是呢？你明明那么怕王晴，却一次次的提醒我离开。明知道助我逃跑会遭受毒打，可是你还是为我撑起了旧痛。五娘，你比你认为的还要勇敢，还要善良。就是因为你当初救了我，我今日才能救下你啊！不哭，都过去了，过去了。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还没有告诉过我你的全名呢。自出生起，爷娘只唤我做五儿，我并没有一个正经名字。你能帮我取一个吗？好啊，今日是你的新生，应当起个好名字作为彩头。等我。我希望你可以万事胜意，一生无忧。不如就叫做胜意，胜意，秦胜意，如何？我虽不识字，但万事胜意，秦胜意，我很喜欢。胜意，秦胜意，秦胜意，胜意，胜意。寻找活计这些日子，不是处处碰壁，就是遇到像王晴这样的歹人。若是我们想安身立命，就得自己当店主，这样才不会被克扣、被算计。我除了酿酒做菜一无所长，咱们还是女子，你行吗？小娘子看花吧，亭亭玉立的鲜花。我们再看看。那小周回来买上一盆。好嘞。看花了。你看，女子怎么了？他们男子能做的，我们亦能。你都不知道，王晴的酒肆都是靠着你忙前忙后，你太能干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有看家的本领，那便是养花，
长安这么大，机会这么多，早晚咱们能闯出一番天地。不过眼下咱们一无所有，得多寻几份工，多赚些钱。待到10月，若是本金攒够了，可以采买一批牡丹种苗，到时候自己开铺子。那这几个月我应当学得会种花养花了。哇，这家的紫色牡丹开的可真美，这是名品吗？龙眼紫，少说要卖1000文呢。这么贵？哎，咱们要不要问问他们是否招工啊？能把名品牡丹照料得如此之好，想必是不缺好花匠的。看看那家。也好看。咱们已经快把花市转遍了，你也夸了好几家的牡丹，但为何都不去自荐呀？你看人家把牡丹养得那么好，哪里还需要再招工啊？再看看。哎，去那家看看，见机行事。好。二位娘子，我这的花是整个花市最便宜的了，您二位来着了。可以看得出，多少钱一株啊？50文。50文？可你这花比旁人家的怎么小这么多？这花就是这种品种，娘子呢可以先买上几株，这含苞待放的，回去之后呢种在自家院中，等着它慢慢开花，这满园春色能赏一整季呢。滋补国宝东阿阿胶，东阿阿胶邀您继续观看。日午微醺，我一个人的小酒，邀您继续观看。你别哄我了，你这个是 M 丹吧？是 M 丹，茎矮根短的，肯定不好养活。这上面的花苞至少有1半都开不出来，即便侥幸开出了几朵，也都是像这样残败萎靡的。娘子既然这么懂，爷爷来这儿一问，恐怕不是买来自用吧？娘子这样，如果您买的多，咱们这价钱好商量。我是开糕点铺的，想买一些便宜牡丹，借清香跟颜色。你这些花从哪儿挖的？若是我10日购一次，你供得上吗？供得上啊！我这些花是从京郊清凉山上采的，虽说离城中不远，但是呢，山里路崎岖陡峭，去那儿采摘的花农又少，只有我这一家采摘这个 M 丹。二位娘子，要多少株啊？那我们回去商量一下。你这样，等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再来。哎，好嘞。哎，娘子记得一定上我这儿买啊！哎，刚才那家的花养得并不好，你为何不问他是否招工，反而套他的话，问花是从何处挖的？那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花商，多半是靠山吃饭的农户，挖到什么卖什么，不会一直经营此生意的。我本来想先攒够本钱，没有想到今日让我们遇到此良机。沈烨，这店主从今日起，咱们就得做起来了。这 M 丹在此处不值50万，但是我有办法将其养得更好，卖得更贵。你看这花市中，除了他家，无人售卖此花，这不正给咱们大赚一笔的机会吗？牡丹花天然长在山中，我们若去挖了卖钱，连本金都不需要。这可真是一本万利的好买卖。没有那么简单的，此花花苞小巧，不讨人喜，咱们得购置花肥，将花苞养大，让每个骨朵都开出花。寻常人家的院落不大，若是亲自种植，又麻烦还容易死。但是此花花根短小，正宜做成盆栽，这样既降了单价，又能省地方。好是好，可咱们连温饱都成问题，如何采买花肥花盆？要么还是先做几个月的工，先攒点本钱再说。阿牡丹的花期有限，这商机更是可遇不可求，若是错过了，就得等来年了。
我想到了一条去财神爷家的路，倒可以一试。将军，我这里有一桩稳赚不赔的好买卖，要不要听一下？没兴趣。哎，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，你看看嘛。出资100贯，2个月之后呢，这100贯就变成1000贯。若是把这生意做大了，这1000贯最后就变成一个个金饼了。画饼充饥这套我可不吃，先把欠我的19盆花拿来。若是把盆栽牡丹的生意做大了，日赚斗金，我也能尽快还上欠将军的那些花了。看看嘛。高谈阔论我也会，你这笔账只是空想，毫无依据。你还是换个人骗吧，恕不远送。没有骗人，将军再看，将军蒋财神，将军要不要再看一下呢？春雨也在啊。蒋小花，本官为你改名，就是希望你重新做人淳朴一点点，再造知恩不谢，还对恩人骗钱耍赖、榨干抹净，这可不行。我同仁宫一姐赚钱就是正在报恩啊，您不能因为我欠着您的钱，就对我的手艺跟能力产生偏见吧？古语有云，星火燎原，多好的生意都需要本钱呀，是吧？您再看看，再看看。哎，真当这是自己家了，越发的无赖了。让一下，将军您忘了，当时咱们约定好了，今日我本来就是要照看这琼台玉露的。这几日雨水多，此屋呢通风不错，可是光照不足，不如将此花移到蒋府，找一个朝南的屋舍安置着，这样待你姨母前来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此花盛开了。别人都是风流郎君、翻窗会佳人，你却是为了一株花，当真是个花痴啊！我翻窗为了花，亦为了他。这牡丹价高，能买得起的非富即贵，长安的寻常百姓家可没有买牡丹花的习惯。川渝所说的真是低价牡丹的商机。这长安的百姓有谁不艳羡牡丹的华美啊？可是看得见买不起，更是无地栽种。而我要卖的这矮牡丹长于荒野，植株精巧，若是做成物美价廉的盆栽，定是备受欢迎。如此成本低、利润高的天赐良机，将军忍心错过吗？牡丹可是有花期的，春日一过，你所谓的商机便没了。我正是要趁这个春日大赚一笔，攒些家底。至于花期嘛，40芳华取之不尽，牡丹下市了，我还可以卖别的花。将军，您见过我的手艺，我定不会让您亏本的。你这生意是走量，你就一双手，怎能料理得过来？何况上哪儿寻这么多的矮牡丹呀？无论是10株、100株或是1000株，只要能够赚钱谋生，我一人可以当10人用。况且我现在还有帮手，而那野生的矮牡丹在清凉山上四处可寻。将军若是不信，明日我便可上山采花。清凉山险峻巍峨，你不会功夫的女流，上不去的。一座山而已，有什么上不去的？届时您看到了花，安下了心，咱们就将这生意的契约一签，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。用我帮忙吗？不用不用。
是。多吃凤爪多抓财，送礼就送王小卤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大王，大王好剑法呀，穿墨而出，未损应身呐。是奴好，剑法百丈，不差分毫。若是军中设立神射营，配备此等利器，我朝将再无外侵之嫌。大王今日一言，可定边疆安宁100年。只是今年军费已然超支，若新设神射营，只怕又要多养几10位官员。为了社稷，本王将报请圣上，开国库。能够统领神射营的都是人才，不能怠慢。就许正五品下神射郎将之衔吧。本王向来惜才，这几日便选出人选，报送上书。内定选官，只怕言官们又要吵闹了。无论是选人才还是良器，本王从来不惧言官非议。否则，张尚书是怎么接管兵部的呀？这只鹰就送给张尚书把玩吧。大王，这，谢大王。雄鹰何其凶悍，可若是没了眼睛，也只不过是个扑棱的畜生。尚书只需确保，军中之言是大王之言，各君臣服于大王，万事都有大王兜着。随之啊，国子监是讲学之处，徐祖平又是帝师，你可千万不要再去胡闹了。参你的奏书都堆得比马都高了。冤枉啊！我是为圣人送礼告假去的，怎会是胡闹呢？那徐老头啊，还国士，我看就是一块榆木。他的学生啊，越是上奏参悟，圣人就越讨厌李振。哼！大王协助治理朝堂，百官就是大王手中的弓弩。这做弓弩的，就得知道主子心中的方向和猎物。蒋长阳说我爬不上蓝山，这没路，我便自己开路，这不爬上来了吗？对了，听说圣人把今年户部的存档跟奏书全调出来了。圣人心系民生是好事，但是一口气要看这么多奏书，我这个当阿兄的还真是体恤他的身体啊。光是今年的奏书哪够啊？圣人恐怕要把3年的全调出来。哦，圣人自从害了头风啊，无法去花园玩步打球，憋得慌，便在寝宫里将旧奏书搭成了球门打着玩。若不是我看得紧啊，只怕那玉玺都被砸开花了。这么回事？撤，这倒好办。明天我就让工部新建一所专供玩步打球的宫殿。我这个阿弟啊，自幼体弱多病，是该多运动运动。
随之啊，幼珍可跟我时常夸你，说你斗虫击居，无一不精。你可得尽心侍奉，让圣人尽兴。当然。可惜啊，我那个闺女，新寡后终日苦闷，她也正缺一个像你这样的趣人相伴呢。哎，正好，你们自幼熟识，脾性相投。大王，与县主自幼熟识、脾性相投的是洛阳刘成，众人皆知。县主对他一片情深，我又怎好棒打鸳鸯呢？久未骑射，上次来这儿见到一头雌鹿，很是可爱。今日一定啊，要将它射到回家。随之啊，你父母早逝，我一直把你当半个儿子看待，有些事我得管呐。你早就到了娶妻生子的岁数，这幼珍有什么不好啊？论品貌，远胜于旁的名门贵女，你对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呀？县主出众，我自然欣赏。只是我无人管束惯了，喜好古怪。你要是喜欢那些乐府歌女、梨园戏子，养做别斋妇便是嘛。自从我做了这花鸟使啊，这色艺双绝的乐姬，我已司空见惯。名门贵女呢，高傲雅致，与我这一身铜锈的俗人啊，相看两厌。随之啊，你这些年流连欢场，从来不提娶妻生子之事，我真是好奇，这什么样的女子才能得你青眼啊？若真是要娶亲，我得寻一臭味相投之人，不必会琴棋书画，但要视财如命。这日子呀，要能过到一处，玩到一处才行。你这是信不过本王，跟我说胡话呢吧？字字真心。我喜欢那种口舌凶悍、性情乖张之人，越是不成体统，越能出其不意。我府中啊，人口稀少，若他能上房接我，闲来无事骂我两句，打我两拳，岂不热闹啊？若真有像你说这样的悍妇，定是嫁不出去的。嗨，随之，这娶妻要娶贤，切不可由着性子图一时之快。以本王看，我好像寻着那头雌鹿。这花枝珠小，须根细嫩，还好没被伤着。哎呀，我这准头怎么好像射着个人？皇家围猎，有人私闯禁区，死了也是咎由自取。来人啊！且慢，我看着像是个俏丽的小娘子，这等天降良缘，我可得去看看。走。美人，美人，美人，你怎么了？美人，你跑花跑过了界，若想安然无恙的离开，就老实点。
了此地，冲撞了贵人，还望恕罪。既然人活着，就送到京兆府处置。将军，莫让这贱民坏了围猎的兴致。小娘子，别怕，我一时眼花误伤了你，实在对不住。伤着哪儿了？让我看看。奴家一时有点心悸，头晕啊！奴家，美人晕倒了！来人啊！营帐在何处？来人！来人啊！县主往日最爱纵马，今日怎么没同大王一起去狩猎？县主不去，我们也去不了。哎，见不着清凉山的春色，着实可惜呢。我看你俩呀，不是可惜那春色，你俩是可惜见不到猎场上的士族才俊。咱们不比县主身份高贵，有大王亲自向人择婿，何等品貌的男子寻不得啊！听闻洛阳刘家不远千里，已巴巴地送来了提亲纳吉之物，真让人艳羡呢。县主，这若是好事将近，你怎么愁容满面的？可是大王不允这门亲事。难道大王还是中意那蒋长阳？父王知道蒋长阳呢，是一个胸无大志的浪荡子。他看中的不过是他是圣人的心腹吧。只是我心肥实，不可专也。这一次，无论父王如何的威逼，我都不会妥协的。我方才啊，见着那蒋长阳的车驾往清凉山去了，恐怕是大王要趁着这狩猎之日替你说亲。闭元，奴婢这就备车。等车慢悠悠到了清凉山，他这件事就说定了。把府中最快的马给我牵过来。是。大王有意赐婚，乃是天大的喜事。只是我醉心玩乐，心情未定。若真行婚娶，既拘束了我自个儿，更是委屈了吉安县主，辜负了大王美物。若无妻无子，便如无根之浮萍，看似自在，实则孤苦无依啊。大王所言极是，我能有今日，皆靠大王栽培爱护。宁王府就是我的根，长阳怎敢忘怀？大王的心腹陈留守一直托您为其子陈章在长安谋个官职，可陈章科举失利，形势荒唐。大王有心提拔，却不能不顾及自己的美誉。随之，可是要为本王分忧啊。这是自然。那日我趁圣人玩步打球，兴致正浓，顺口提了一嘴。圣人已经允了，让陈章在洛阳做个仓草。他人不入长安，既堵住了那些言官的嘴，又能成全大王的爱才之心。这个姓陈的，他是聪明，托对了人。仓草，官职虽不大，但可以掌管一地之租赋、粮仓、田地。随之用心了。是我浅薄了，差点同情一个买卖官职的贪婪奸佞。随之啊，今日围猎未能尽兴，
你没有猎到雌鹿，本王倒是猎到了一头花豹。不能让你白来啊！等于你了。大王，县主来了。县主。我今日猎到一美人，又得到大王的赏，实在是收获颇丰。我这受伤的美人呀，离不开我，就不打扰大王与县主说话了。哼，这个蒋长阳，当真是聪慧通透啊！可惜尤真呐，不争气。别装了，方才偷听了吧？看来你很关心县主的婚事啊，要不跟他叙叙旧？小声点。人都还没上山呢，就怕成这样。蒋军今日以我当脱身的借口，不言声谢就罢了，还要讽刺于我。清凉山上今日围猎，为何没有告诉我？都说了让你别来，你非要来，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？上得来，便可以以我当借口脱身；上不来，便可以推了这生意。蒋军这算盘打的，连洛阳张氏江面的店主都听见了。幸好没让你遇上豺狼虎豹，否则都得赖在我头上。豺狼虎豹早就被你们射光了，哪里还轮得上我呀？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，称臣表忠心。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，更喜欢驯兽。肤浅。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今日有花鸟使为花豹，称臣表忠心。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，更喜欢驯兽。肤浅。我很专一的，只喜欢钱。巧了，我也只喜欢钱。郑怡与蒋军合伙赚钱。利润55分，不可能。蒋军，我那只是借您的一个本钱，所有的脏活累活全部由我来做。何况蒋军，您只需要躺着收钱就可以了，55分已经很公平了。何况今日我帮蒋军挡了烂桃花，脑袋都差点被射穿了，蒋军多少也会念我一些好吧。你来与不来，今日这桃花我都能自行掐断，倒是我救了你一条小命。不过呢，今日看你逢场作戏的机灵劲儿，倒有几分灵活变通的奸商相。要合作也不是不行。
赚了19分，赔了，我要还清所有的本钱。不是你说的吗？天赐良机，稳赚不赔。我吃点亏，你签了这个，之前19盆花的欠条一笔勾销。僵狗官，臭奸商！哎，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付费。算了，还不如拿这些钱呀，去放金站赚利息。别，将军，我签，我马上就签。得将军伯乐一顾，牡丹心表感激，日后必定朝夕不倦，努力赚钱。川渝，郎君，进来收拾东西。走了。是。我与川渝一同收拾吧，早一刻下山，便早一刻安全。你尚未出丧期，又有洛阳之事在前，不在府中好好反省，你还纵马疾奔，你成何体统？择婿之事，父王自有安排，你不必操心了。父王，于父王而言，蒋长阳伴随帝侧，结亲交好，自然行事是会方便的。可洛阳之事，他乐见其成，他根本就不愿意娶女儿。若不是你秦灵芝婚犯下丑事，岂容得他愿不愿意？现在可好，这倒成了他推脱的借口。令父王蒙羞，是女儿不孝。成何体统？起来！父王，洛阳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，若女儿再婚嫁他人，这不就坐实了这些风言风语？可若是女儿嫁入刘家，就是寻常相会，无可厚非的。这你都跟我说了多少遍了，你不累吗？父王，女儿心里明白，你是嫌刘家门第不高，可望眼整个长安，这些王亲贵胄的年轻郎君，都跟那蒋长阳一般，仗着自己家业深厚，整日只知道游玩。就算他娶了再教的县主，也是换不回来他的忠心的呀。可正是因为刘氏门第不高，才能为父王马首是瞻。若是能够好生利用的话，怎么不算一把好剑呢？庞的家也就罢了，刘家不会记恨3年前左迁洛阳之事吗？父王，这刘家呢，我倒是摸得很清楚。这一家人一心都想往上爬，巴不得为父王效忠。而且这个刘申呀，善于敛财，行事相当谨慎。倒是一些隐在暗处之事，需要交给知根知底的人去办。正是父王。子叔呢，从小苦读，心存远志。若是父王能够稍稍提携的话，他以后一定是一个掌权谋士的能臣。我宁王之喜，自当平步青云。有真呐，你成婚3年，断是通透了不少，懂得顾全大局了啊。罢了，就依你了。多谢父王，我现在就传信刘家，让子叔速来长安，当面拜谢父王之恩。将军这车里的金玉之物，抵得上长安的好几处房产了。多谢将军载我一程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！这做戏自然得做完整。我蒋长阳以风雅闻名，若被人发现从我营里走出一个蓬头垢面、浑身是泥的女子，那还得了？擦擦。
嗯。啊。将军是要这个。若你继续用这些破铜烂铁挖牡丹，要不了几日，这手便废了。我这生意岂不是要亏？将军您放心吧，如今我已经赚了钱，就可以买正经的农具了。日后我也会避开皇家围猎之地，定不会让您赔钱的。停！县主吉安。猎场上没有见到，听闻花鸟使带了个小娘子跑了。哪家的美人让花鸟使如此急不可耐地藏了起来？哎，他呀，不过是见了我一面，便拜倒在我的英姿之下。眼下这满面绯红，难不成是这山中的精怪变的，所以才如此羞于见人？县主说说，如此清纯佳人，我怎能不独享啊？不过，县主平日不易环绕，如今却只身策马，还满面笑意，看来是心想事成了。前几日呢，得知此书之妻坠崖死了。今日父王又允准我与此书的婚事，我与此书之间再无阻碍，还多谢花鸟使的成人之美。哎，驾！驾！驾！出发！走。将军这是何意啊？方才你听的县主声音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没想到真正见鬼的人是我。何为芳已经死了？啊，奴家乃是福大命大，坠了崖，侥幸活了下来。帮你造假户籍是一个家，可若帮你瞒着县主和宁王，那就是另一个家了。契约拿来，我要涨价。君子一诺千金，何况咱们的契约都已经签了。将军您是高风亮节之人，定不会趁火打劫的。何况何为芳已经死了，蒋小花是绝对不会给您添乱的。这麻烦可听不到我头上。刘子书要来长安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刘家所求钱、权都已经到手了，也不会在乎我这等草芥了。而且，无论他们刘家会不会来长安，何时来长安，时候到了，我自然会去寻他们的。不过这些与将军无关了。总之，我的福气，将军的利钱，我会一盆盆的赚来，将军就等着瞧好吧。我照你说的，拿晒透的新鲜牛羊粪做的底肥，这3盆又添了灌溉肥，肥与水的调配分别是3成半、2成半和2成。石根果然都壮实了不少，很好啊。来，声音你看啊，这第1盆呢有些许的烧根，这第3盆啊，你看这主根粗了不到半寸，这是第2盆，这是主根，主根壮了，还长出了侧根，只是尚未抽芽起苞。来，我们先把这个放回去。好，你记住，取第1盆和第2盆期间，按照肥跟水3成来做灌溉肥就可以了。那这般施肥，是不是很快就能开花了？不急，我们将这些花啊搬到太阳底下都晒一晒，等到入夜了再搬回室内。只是换肥之际需要动动根，晚上恐怕我们没有办法烤火取暖了。没事儿，
矮牡丹娇贵，自然是我们迁就她了。好，若是夜里冷了，我们姐妹2人就抱着一起睡。好。开车来2粒益达，交出自在，一路畅快。添加真实果粉，果味迸发，持久回味，交出自在好状态的益达新年屏，开个扫码，100%有惊喜。邀您收看《国色芳华》。滋补国宝东阿阿胶，东阿阿胶邀您继续观看。日有微醺，我一个人的小酒，邀您继续观看。下雨了，你醒了，沈爷。花怎么样？既然你醒了，那咱们一起去看看花吧。来，还好没太淋到。盛野，这花儿成了，成了，成了！看，盛野，知道吗？牡丹花大多都有雅名，如凝烟紫、琼台玉露，或是形容颜色，或是形容姿态。不如我们给这矮牡丹也起个名字吧。我不通文墨，不懂什么漂亮话，但我觉得这花虽小，却香气浓烈。你看我忙了这一日，这袖上都沾染上了香气。闻着叫人舒心。等着，你看啊，馨香迎怀袖，不如就叫它怀袖。香，怀袖香。这个名字既指其花中小巧，足以藏入袖中，又赞其花香宜人。皇家士族多喜熏香，如今有了这怀袖香，贩夫走卒亦享受得起这风雅趣致了。至少有这几百文啊！是啊，是啊，从未听说过牡丹花还有怀袖香这一品。但凡是牡丹，都开在花园里边，老大一簇啊！你这盆栽大小的，能开花吗？不是买个单皮吧？大家放心，出门在外做生意的，诚信为本，说80文便是80文。这都是货真价实的牡丹，株株花开灿烂，哇，真漂亮！大娘，来，小童，你上面看一看，这是不是牡丹呀？是。怀袖香虽然个头小，但是颜色跟花型都是无可挑剔的花中之王，其香更是别具一格。
的呢，是不是？还真是牡丹呐！还是矮牡丹，真香！居然能开花，花势还这么好，真是奇了。不光这名字换了啊，就连这个品相也改头换面了。之前那个矮牡丹呀，又小又丑的，还要50文。如今这个焕然一新，花朵繁盛，尽才80啊！此花栽培不易，卖空便撤摊。大家有动心的莫犹豫啊，先到先得。我先来2盆，我先来2盆。来，好，我来1盆。我也来1盆。买了多能便宜吗？可以。我想订10盆，别人能补货吗？当然，想订货的来我这里登记，30倍补齐。拿吧，来，留对不起啊。我买一盆。快，我要订10盆。10盆是吧？订货的来找我啊。明儿是吧？能补货了？30倍补齐。好。果然吃了副药，风寒好多了。你也切不可大意啊！这碗煎好了，别忘了喝。好，我一会儿就喝。没想到卖花竟比卖酒还要赚钱。今日这才第1批，再过几日，咱们能赚上100贯。不过把这9分利益还，也不剩多少了。圣爷，不如咱们先租个宅子吧。可欠花鸟使的利钱还没给呢。不着急，还没有到月底呢。这生意的前期啊，就是花钱的时候，需要置办更多的花还有工具。我算了下，刨开这些花销，足以另个屋子了。长安地价贵，另屋是不小的开销。咱们刚开始做买卖，会不会太奢侈了？此屋地势低洼，又靠着河边，湿气实在是太重了。而且这一下雨啊，房顶就漏雨，时间久了，这牡丹花肯定受不了。再说了，就算这牡丹花受得了，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。人若是病了，赚再多的钱也无福消受。只要咱们2个人齐心合力，早晚有一天可以把这些钱全都赚回来的。2位娘子，我这手上最好的2宅住处，你们都看了个遍，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吗？小郎君，我们已说了诉求，但你带我们来看的，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住所。其实那些也都挺好的，但是临河靠湖的，虽然风景美，湿气重，地势低，容易被淹；独门独户的，虽然干净清爽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沃土或者空地。这临街的吧，又人流实在是太大了。找房子嘛，就是图生活便利，对不对？你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，难道真要住臭泥滩上吗？难道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那种住宅吗？有倒是有。哎，小心！啊。这泥土尽是腐花残叶，干湿何已？是咱们现成的废料。那咱们就租这间。别急，等等。你这院子大是大，可也太脏太破了，这怎么住啊？这儿是脏了点，破了点，可价格是真便宜啊！而且呢，这可是在花鸟使府邸的隔壁，有权贵傍身为靠，匪徒绝不敢上门造次。这花鸟使浪荡无状，声名狼藉，这恶名远胜于那些流寇匪徒，谁敢跟他做邻居啊？这花鸟使虽然交经荒唐，胡闹了些，
但绝没有做过强抢民女的歹事啊。况且呢，这里紧挨的是蒋府后院，离主宅距离甚远，绝对安静安全。二位娘子大可宽心，不碍事的。此事事关重大，你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。哎，若是跟蒋长阳做了邻里，只要将关系处得好一些，日后无论是套钱还是赊账，那可就方便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们2个弱女子住在这等狗官的隔壁，实在是有些害怕。是啊，除非这价格够便宜。没错。多吃凤爪多抓财，送礼就送王小卤，邀您继续观看。包在我身上，绝对便宜。县主金安，子舒，县主金安。你来得匆忙，路上又奔波，累坏了吧？不碍事，我去广义安顿好，便回去宁王府拜见。你又何必跑这一趟呢？为身守诺，不惜抱柱而死。我说过，我会等你回来。我希望你入长安见到的第一个古人，便是我。我们去宁王府吧。你都到这里了，不进去看看？走。我知道你挂念旧宅，回到长安肯定会经过此处，所以我专程过来等你的。恭迎县主与郎君归家。这宅邸，不是在我们离开长安时便变卖了吗？我先前说过，长安旧景如昨，我心如故。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。有这，谢谢。只要子舒开心就好。官府安排的馆驿简陋，你能住回旧居，得个自在，我也能够心安一些。你当差的户部，父王已经打点好了。现如今空着的官衔不多，你做一个户部员外郎，只是权宜之计，日后定会把你提上来的。幼臣在信中我已言明，今年我定会高中，堂堂正正地求得官职。我5岁开蒙，靠科举求官，靠才能晋升。心中方才踏实。若安享这赐来的官职，同僚又岂会心服口服呢？子舒心志高远，我自然是懂得。可是纵然科举高中了，也是要从地方的县尉小官做起。微末之官，壮志又无处可伸，品阶高一些，也能更好的一展所长，不是吗？子舒满腹才华，我觉得做一个员外郎都可惜了你。再说了，我实在不想与你分开了。
这个给你。有了这个，你以后可以随意进出宁王府。子舒，终于回来了。往后的日子，我也算是有盼头了。刘军，里面请。胡侍郎，您请。我派人将此屋打扫修复一新，还添了几样文房之物。刘军看看，可还满意啊？胡侍郎是下官的上司，我怎敢担如此尊称啊？我只是从6品员外郎，按例应与其他郎中和员外郎共处一间，这样属实不妥。哎，子舒是宁王的准贵婿，称呼刘军有何不妥呀？哎呀，户部本无体面的空房，此间之前实我所用，刘军莫嫌弃此屋老旧变好，还望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啊！侍郎，实在不必如此。我初来乍到，只为求学历练，与同僚们共处，日后有不明之事，还需诸位赐教的。大王说了，刘军博闻广识，绝不可薄待。刘军这般可是折煞我了。那眼下可有其他差事？还请侍郎吩咐。刘军说笑了，哪里需要劳动您呢？您就当在家中一般，自在行事，想做什么便做什么。胡侍郎，下官并非是仗势欺人、混日子的草包，虽得大王抬举，却也想竭尽所能，务实为公。可否请侍郎取往年的记录与文书一看？我想先熟悉一下自己的分内之物。好，我这就去取。刘军稍后。有劳了。这般当差，还有何意思？如今我竟成了狐假虎威、鸠占鹊巢之人。郎君成了宁王之婿，又是新官上任，旁人不过是畏惧嫉恨，郎君何必理会啊？就是啊，我并非是为了他人，而是不愿堕了自己的抱负。我这官得的却是名不正言不顺，但若是做出一些功绩，白眼和闲话便会不攻自破。日后我定要凭自己的才能，青云而上。哎呀，正愁散值回宅，无聊的很呐。正好胡侍郎请咱们去欢云楼喝酒、商务。要不要叫刚来的那个刘畅？人家都占了胡侍郎的屋子了，还需要我们几个去讨好吗？是啊。哎呀，一些公事就已经够累的了，我可不想解了差事之后啊，还卑躬屈膝的去演戏。哎呀，咱们还是玩咱们的吧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
真的！哎呦，这么多，真好哎！这都能用，都能用。顺义，这些席子咱们别扔，可以到时候遮阳用。哦，把它放倒吧。好。哎，小心，放地上就行。嗯。来。哎，还有好多呢。顺义，哎，帮我，慢点。哎，躲开。哎呀，这是什么？能开吗？合着我这屋子不是挨着蒋府后院，我这屋子就是蒋府后院。我给你投钱做生意，如今还没赚到1文钱利润，你倒先换起房子了。我换房子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赚钱嘛。哎，蒋军，您看，这些污泥最适合种花了。您放心，月底您的利润定会1文不少的奉上的。牡丹。哎，不好了！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好了，方伢子辞工不见了，定是卷钱跑了。死方伢子！孤女勇闯长安，尚未大展宏图，便被骗光了钱财，真叫人恻隐落泪啊！牡丹啊，你可千万别气馁，要吸取教训，要更加的发奋赚钱才是。毕竟我这9分力，可是一点都不能少啊！是。川渝，咱们也怜香惜玉一些，他们才2个人，搬家实在太慢。你派些人啊，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给搬出去。好啊。是。川渝，且慢，且慢。蒋军，此事被骗是有我的失察，但是你们蒋府也有管理不当之事吧？这房伢子带我们来看房的时候，可是对这里熟门熟路的，我也没有见到蒋府有任何仆役看管呀。确实是吧？啊。郎君，您忘了，前2年您突然迷上了酿酒，就把这林府的院子买下来当酒窖。可过了没几个月，您又要养鹿，就顾不上这院子了。久而久之的，可能也是下人们犯了懒，就疏于打理了。你看，这不光怪我吧？不管怪谁，这都是我蒋府自家的事。现在是你占了我的房子。谁敢占？谁又能占蒋军您的房子啊？蒋军，你看啊，这院子也是个荒院，于您来说根本无用。但若是租给我们，我们可以将其变废为宝，而这利润也可以翻上一番。是。蒋军，我们都是爱财之人，您定不希望您这钱打了水漂吧？威胁我？绝无此意，绝无此意。总之，我会按时将房租上缴。哎，对了，蒋军，您那个琼台玉露可是搬到府上了？这2天我忙着搬家，没有功夫去看，不知道是否有鲜花绽放啊？啊，对，牡丹本就要定期为蒋军护理琼台玉露，这如今成了邻居，花有任何问题，牡丹随时可以去照料。岂不便宜？是啊，若是我们走，2败俱伤；我们留下来，2全其美。一则，日后这生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做，你也能心安一些；二来，我保证，蒋军这后院花开锦绣，连带着这个荒院都能气象一新，不失体面。蒋军如此精明，定不会拒绝此等好事吧？既然你说住下能2全其美，利润翻倍，那看来我这9成利是不成问题喽。绝无问题。月底川渝会来收账，1文不许少，1日不许迟，否则我还是会差人给你搬家。明白。那就祝你住得愉快。现下
我既是你的债主，又是你的房东，江小花，好好表现哦。啊。将军慢走。哪个不长眼的房伢子坑钱坑到我头上了？跟任警长说一声，3日之内把人抓，把钱吐干净，受刑服役去。是。张毅，哎，不是说好请人除草吗？你怎么自己弄了？这帮工嫌除草是苦力活，要价甚高。咱们的钱也不多，还是自己来吧。确实，这修缮房屋还有购买花肥和物花的用具，花费了不少。咱们这手上确实没有什么结余了，咱们自己弄。哎，我不怕辛苦，你去收拾花吧，这里交给我。那怎么行？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一起。马齿苋。啊？你怎么藏了这些？看我，你这还背了一个圣旨给多安他是一袍子啊！牡丹，吃点东西吧。好。怎么了？啊，我有一事不解，不知该不该问。问呀。这马齿苋既然可以入药卖钱，咱们又需要钱，为何不自己采了卖？这收实文让人随便拔，岂不是便宜了外人？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，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。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，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，可以尽早获利。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，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，有的时候，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。